我们看这张图，这是伏羲女娲手里拿的是龟和矩。当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两位创世大神手里拿的龟和矩是何用意之时，我们再看这张图，这是共济会的标志，也是龟和矩。而在2300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个神秘的学派墨家，他们在最早的古籍《墨经》当中也有记载，龟和尺让他们有了上天的意志。这就奇怪了，一个是8000年甚至10000年前的神话中的创世神，一个是诸子百家中的神秘学派，一个是现代被流传暗中操控世界的神秘组织，这三者仿佛不存在任何关系。但是我们又从龟和矩尺中仿佛它们存在着某种联系。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故事。首先我们从时间维度上考证，伏羲和女娲是我们上古时代的神，都是创世之能力，所以出现的时间也很早，大概出现在6000到8000年之间，甚至10000年以上。而根据共济会宪法第一部的立法篇中说，共济会是起源于公元前4000年，是由一群石匠而建立的，距今也有6000年的历史。所以我们从时间线上看共济会和伏羲和女娲很有可能存在着时间的重叠。而共济会存在的目的是为了建立一种新世界秩序。说到这里，一面是创世神，一面是一群石匠，依然找不到太多的关联，但是在这两者中间又有一个神秘的学派墨家，仿佛思路让我们清晰了很多。首先时间呢，我们先回到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突然出现了很多思想家，提供了治国理念和对这个世界不同的理解，而因为有了他们的出现，才奠定了我们华夏民族后2000年的发展。而我们只要一提起诸子百家，最显著的是这12家。但是我们会发现一个与众不同的学派，就是这个墨家。当时墨家思想在先秦时期和儒学并称为两大显学，世间之学非儒即墨。说是这么说，其实墨家思想的地位当时是远高于儒家思想的。儒家思想是在汉武帝时期才正式上线，而奇就奇怪，墨家除了思想，还仿佛是一个未来的穿越者。在那个时期，墨子他不但阐述了现代经典的力学，还详细到了力动指的概念。墨子还和他的学生做出了世界最早的针孔实验，在当时他们就知道光的直线传播，而这些还是最基础的。更厉害的是，墨子早在那个年代居然还提出了原子理论的雏形，说我们这个世界所有的物质都是由端而组成的，端是不占空间的，是物体不可分割最小的单位，而且还提出了时间也有最小不可分割的单位，叫做时。我们要知道他的这些概念，如果怀疑他是一个穿越者的可能性，要比王莽还要大出2倍。而墨子提出的10大思想，第一个兼爱，更像是一个大同世界的影子。他主张人人平等，男女平等，官民平等，不分出身、阶级、职业的去兼相爱，用这种方式来换取相互的利益，也就是交相利。虽然兼爱只是手段，而交相利才是目的，但是墨子他主张的不是依靠战争、压榨、剥削等方式进行谋取私利。还有他的思想中明规、天制、上贤，我们读懂之后就能看清墨子和孔子真的不同。墨子是要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他所提出的观点在当时那个年代确实是天差地别。但是近100年的历史却告诉我们，我们正在逐渐的弃儒进墨，因为墨学才是让一个地方和一个人迅速发展的伟大思想。当时秦国很弱，和墨家合作之后，摇身一变就成为了强国，随后就一统天下。小日子也是依靠我们的墨学发动了明治维新，做到迅速强大起来。漂亮国的很多政策，你要是了解墨家文化，你细品这个我就不多说了。而我们自己的文化思想却从汉武帝开始就尘封尽止，这一失传就失传了2000年，一直到近代墨子才刚开始兴起。后人说墨子是上天送给华夏最好的礼物，但是我们却没有珍惜，否则现在世界的格局不一定什么样。如果大家感兴趣这本图文版的墨子大家一定要看。传说墨子出行时还会随身携带尺具，在当时那个年代，如果有不义之山，墨子就发动弟子去帮助弱势的一国固守城池。如果没有战争，他们就散落民间，做木匠、石匠，帮人盖房子，加入劳动。但是他们所涉及到的所有劳动还是离不开这两个东西，龟和尺。龟和尺就仿佛是他们上天的意志，在最早的墨经中就有所记载，好像制车的车轮有了圆规，木匠有了方尺，轮人和木匠拿着他们的龟和尺来度量天下的方和圆。这和淮南子记载伏羲女娲的这段龟尺的原文记载是不是表达的意思一致呢？而除此以外，很多时候就有人猜测墨家的墨子他一直隐藏着一个超越一切的野心。墨子死后，墨家就由一代一代的巨子来接管，汉武帝独尊儒术，墨家也并没有消失，他们似乎隐藏着强大的信念，组成了新的神秘力量，在默默操控着这一切，因为他们从始至终都是这个世界背后的无地之君。伏羲女娲是，共济会也是，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那么墨子在我们那个蛮荒时代提出的那些观点和思想就都能解释得通了。